今日周二，辉达的市值收在 3.34 兆美元，超过微软的 3.32 兆美元，苹果的 3.27 兆美元，成为了全球最大上市公司。辉达股价今日收盘上涨 3.5%， 微软股价下跌 0.5%， 苹果股价下跌 1.1%。 这可能是自网络诞生以来的另一个超级技术飞跃。辉达 NVIDIA 发布的 Blackwell GPU 震撼了整个科技界，激动和惊叹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革命性的新晶片让辉达超越苹果、微软这些巨头，成为 AI 运算领域的领跑者。辉达这个曾经的小众晶片供应商，如今已成为科技界的主宰力量。每秒数千万亿次的运算能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需要 AI 来帮助探索人类无法抵达的宇宙。辉达借由电玩游戏的浪潮累积了巨额财富，而今年的辉达之历程令人联想到苹果早期的快速崛起。黄仁勋领导的辉达如何从一家新创公司一路成长为今天的全世界首当其冲的科技巨头？下面我们来一探究竟。上个礼拜前，辉达还只是位于微软和苹果后的全球第3大上市公司。NVIDIA went from a startup to the third most valuable public company in the world. It's a company that has transformed from a niche chip supplier to a dominant force in the tech industry. It does quadrillions of calculations a second. It's just insane numbers. We ne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help us explore the universe in places that we could have never done A ourselves. company that rode the rise of video gaming to untold riches. This year, NVIDIA's journey mirrors the early days of the internet. 辉达的 Blackwell 系列晶片不仅结合了顶尖的硬体和强大的软体，还以无与伦比的效率有望彻底改变资料中心。这会是重塑整个科技领域的 AI 革命的开端吗？最近几个月，辉达的风头难以忽视。曾以其开创性的 GPU 技术闻名的辉达，现今准备好挑战苹果和微软等科技巨头了。许多粉丝认为，辉达的新 Blackwell GPU 将会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重要角色。这种改变更源自于对公司创新产品的深刻理解，而不是传统的财务指标。让我们仔细看看辉达的优势。辉达在硬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也构建了一个全面的 AI 计算平台，支持其硬件创新。在 GTC 大会上，辉达展示了其软件能力和硬件进步。然而，产品发布的背后有一个更复杂的故事。辉达的 Blackwell GPU 代表了一个显著的技术飞跃，凭借其效率和性能，有可能改造数据中心。然而，这些进步伴随着大量的研发成本，产品的利润率可能会引起投资者的关注。这些 GPU 代表了一个重大的财务风险，可能带来巨大的收益，也可能导致昂贵的过度扩展。此外，辉达的网络技术旨在支援其强大的资料中心，值得仔细审视。虽然在演示中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各行业中的实际应用仍需检验。在控制环境外的一致性能至关重要。关于辉达股票的热情也需要更仔细的考量，预测其将超越市场指数并成为科技领导者的观点，更多基于乐观而非分析。这种热情让人想起苹果 iPhone 早期的辉煌，为投资者带来了显著回报。然而，科技投资是个波动性极高的领域，会根据市场条件和技术进步大幅波动。除了单个产品之外，辉达还在扩展其在多个领域的影响力，包括自动驾驶汽车、超级计算、仿生机器人和工业应用的数字孪生体。每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挑战，从法规合规到市场准备和竞争。辉达的故事提醒我们，科技产业的动态变化，就像苹果曾经主导科技领域一样，辉达正准备成为下一个主导力量。然而，行业领导地位往往是暂时的，依赖持续的创新和市场动态。公司的故事也包含了投资时机和策略的教训。巴菲特在 iPhone 发布后才投资苹果，获得了可观的回报，
这表明及时的技术成功并不总是转化为立刻的财务成功，投资者往往需要玩长线游戏，平衡风险和耐心。虽然辉达的抱负和创新令人印象深刻，但也伴随着风险。公司的计划是革命性技术的雄心勃勃的尝试可能会重塑其行业。辉达最新的硬体奇迹 Blackwell B200 引起了技术爱好者的极大兴趣。这项尖端技术有望重新定义硬体的可能性，承诺在处理能力和效率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电脑技术的快速发展令人目眩，但它总是似乎在下一个重大突破的边缘。辉达之前的 GPU 已经在当时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已经被 Blackwell 所掩盖，这更大更降的继任者设计旨在超越其前辈。辉达推出了2个版本的 Blackwell B100 和 B200， 分别满足我们对更高效率和速度的无尽需求。B100 是 H100 模型的直接替代，使目前使用 H100 的资料中心能够无缝升级。这项巧妙策略确保了新模型的快速采用，因为许多资料中心已经为这一转变做好了准备。B100 在维持相同功耗的情况下，效能提升了 80%， 正是资料中心所需的，使其能够在不改造现有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提升系统效能。那么，这些技术进步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游戏玩家来说，这意味着更流畅、更沉浸的体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详细图形。对于专业设计师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处理更复杂的专案。在各个领域， Blackwell B200 有望推动创新和生产力达到新的高度。总的来说，辉达不仅在推动技术前沿，还在设立硬体能实现的新标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技术进步究竟意味着什么。B200 代表了辉达当前技术进步的巅峰，它突破了可能性的界限，提供比之前的 B100 型号 10% 到 25% 的性能提升，具体取决于特定的工作负载，而功耗约为1000瓦。与 Hopper 架构相比， Blackwell 晶片在 AI 训练模型能力方面表现出4倍的改进，并在 AI 推理任务效率方面提高了30倍。这些进步不仅仅是增加更多的晶体管，而是有效地利用这些晶体管。辉达的 Blackwell 设计透过一种新颖的方式结合了2个半导体晶片，展现了其工程实力。这不仅是技术上的渐进进步，而是 GPU 架构的大胆新方向。Hopper 有281个晶体管，而 Blackwell 则更多，每个电晶体的效率更高。每次新的 GPU 发布，辉达都将其呈现为有史以来最前沿的 GPU， 并强调它代表了重大突破，提供无与伦比的性能。这种叙述可能会导致资料中心和技术爱好者将这些新发布视为关键升级，促使他们不断购买最新型号，即使他们目前的设备仍然相对较新。辉达的方法不仅让消费者和投资者兴奋，也推动了对最新最强大技术的持续需求，无论这些改进是真正革命性的还是仅仅渐进的。这种不断追求略有改进的性能的升级周期反映了对现有技术的不满，即使它仍然高度先进。随着辉达推出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格和无与伦比性能承诺的 Blackwell， 我们不禁反思这种持续的周期，是否有一天我们会暂停并质疑这些渐进升级是否真的值得炒作和投资。新的 Blackwell 晶片将2个独立的半导体组件结合成一个强大的单元，透过一个能够处理每秒10 TB 资料的超高速连接，辉达确保这2个部分无缝协作，就像一个整合的晶片一样。这种巧妙的方法有效地消除了典型的记忆体延迟和快取中断，将 Blackwell 变成一个连贯的强大单元。然而，这样复杂的设计也带来了自己的成本。使用这种先进的方法将2个组件整合，未意味着 Blackwell 的生产成本是辉达之前 Hopper 模型的2倍多。这使得辉达处于一个微妙的财务位置，因为生产 Blackwell 并不便宜，而更高的成本意味着每卖出一块晶片的利润率较低。尽管生产成本高昂，辉达似乎相信
Blackwell 晶片卓越的性能会证明这些成本是合理的。晶片的卓越性能可能允许辉达收取更高的价格，平衡增加的生产费用。在一个蓬勃发展的科技市场中，拥有最先进的工具提供了显著的竞争优势。通过向数据中心和云服务提供商提供强大的 GPU， 辉达旨在确立自己在这一快速增长行业中的重要供应商地位。然而，这一策略也引发了一些问题。随着辉达的制造合作伙伴台积电继续推进技术，特别是针对辉达的 N4P 工艺节点，可能会有机会更具成本效益地生产这些芯片。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辉达能否通过开发这些高端芯片的简化、更实惠版本来保持其优势，找到降低制造成本而不损害其强大市场地位的方法，是辉达必须权衡的一个考虑。现在让我们探讨一下基于 Blackwell 的系统如何升级和扩展，以适应大规模设置，例如资料中心和超级电脑。这里有一个需要小心处理的完整电路板，据称价值惊人的100亿美元。这块板子配备了2个 Blackwell 晶片和4个 Blackwell 晶片组连接到一个 Grace CPU。技术的支持者强调，将如此庞大的运算能力装入如此紧凑的形式因素是多么惊人的壮举。Grace CPU 以其超高速互联而闻名，直接将一个晶片与另一个晶片连接起来。他们声称这小小的设备能够执行如此庞大的运算任务，实在令人吃惊。GB200 超级晶片将2个 B200 GPU 与一个 Grace 伺服器 CPU 配对，这些组件使用称为 NVLink 的技术连接，传输速度高达每秒 900G。 这么快的速度可以在1秒钟内将150部全长 4K 电影从一个晶片传输到另一个晶片。想象一下，能够几乎瞬间透过这些紧凑的电路转移整部电影收藏是多么的神奇。现在让我们来探讨 Blackwell 和相关技术的挑战和影响。在息鼓无情的科技竞赛中，辉达的 CEO 黄仁勋走在前列，随意展现他们的突破性创新。他手中拿着 GB200 超级晶片，另一手拿着价值10亿美元的初始原型版。这项技术是所谓的 Blackwell 运算节点的一部分，是 AI 资料中心机架中的一个托盘，每个托盘包含2个 GB200 超级晶片，这些晶片透过 NVLink 快速通讯。除了晶片之间的互动之外，还有一个叫做 InfinityBand 的系统，使用光纤连接伺服器设定内的不同托盘和运算节点。辉达也推出了 Bluefield 资料处理单元 DPU， 与一次处理少量任务的普通 CPU 和同时处理更多任务的 GPU 不同， DPU 旨在同时处理许多任务，在组织、安全、分析和传输整个复杂系统中的资料方面表现出色。这项技术在演示或纸面上看起来令人惊叹，展示了如何设计强大且紧凑的设备以处理巨大的任务。然而，存在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这些昂贵的技术奇迹在实际使用上是否实用？它们真的是在为计算的未来铺平道路，还是只是科技公司用来炫耀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小玩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高科技创新是否会对整体技术产生有意义的影响，超越了闪亮的展示和公司精心编制的故事，这将变得明朗。在资料中心的世界中， DPU 在处理繁重的网络任务并释放 CPU 和 GPU 以处理其他重要流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个典型的型号是 GB200NVL72， 拥有18个托盘，每个托盘有2个 GB200 超级晶片透过 NVLink 连接。每个超级晶片有2个 Blackwell GPU， 创建一个快速资料传输的连接网络。每个托盘2个超级晶片，共18个托盘，系统共有72个 GPU， 这就是复杂名称 GB200NVL72 NVLink 的由来。连接这些组件的技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桥梁，它是晶片通讯方式的重大飞跃，设计处理曾经不可想象的数据速度。然而，科技业对速度的渴望似乎无止境，尽管 NVLink 的能力需求更快，
更有效率的资料移动，导致了新科技巨头 NVLink 交换晶片的发展。这款晶片不仅在功能上巨大，在物理尺寸上也类似于一个大 GPU， 包含500亿个晶体管，配备4个 NVLink， 每个能够以每秒 1.8TB 的数据速度传输数据。这不仅是一次改进，而是一个为应对极端数据传输需求而设计的动力。那么是什么推动了这样一个巨人的创造？这是必要性和野心的混合。科技业不断推动界限，推动对速度和效率的无止境需求。虽然这些创新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实际应用和影响仍有待观察。科技业不断超越当前标准，并为未来需求做好准备的推动力，带来了像 NVLink 交换晶片这样的工程壮举。这种组件具有每秒 1.8TB 的惊人资料传输能力，体现了科技世界不仅满足现有标准，而且远远超越它们，以应对尚未普遍出现的情况。这种始终追求更多的驱动、更多的速度、更多的容量，反映了技术发展的更广泛趋势。随着这些先进组件变得更加普遍，它们重塑了我们对计算可能性的期望，并不断设定新的效能和效率标准。然而，这种持续追求技术边界引发了一些实际考虑：这些高功率组件是否真正解决了迫切的需求，还是在等待问题出现的解决方案？在推动进步的过程中，平衡创新与实际应用至关重要。辉达在2019年以70亿美元收购 Malinas， 这被认为是一个策略性举措，增加了像 NVLink、InfinityBand 和 Bluefield DPU 这样的强大工具到辉达的武器库中。这些技术代表了电脑通讯方式的重大进步，例如 NVLink 交换晶片，它以闪电般的速度连接 Blackwell GPU 层级。虽然展示的技术奇迹无疑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实际意义尚不明朗。这种通信和速度水平在日常技术场景中究竟有多频繁的真正需要？这些创新有成为科技肌肉炫耀，而不是为普通用户提供实际好处的风险。此外，这些先进技术的可扩展性和整合性提出了额外的挑战。实施如此复杂且昂贵的系统，可能对许多组织来说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可能限制其广泛采用。科技业对下一个重大事物的不懈追求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与对实际需求和应用的清晰理解相平衡。随着这些技术飞跃的继续，至关重要的是要批判性地评估其实际效用，确保它们解决真正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展示行业的技术能力。辉达推出了突破性的运算系统 GB200 NVL72， 这不仅仅是另一个科技奇迹。这系统将 1.4 exaflops 的 AI 训练能力封装在一个机架中。为了更好地理解， exaflops 表示每秒1000万亿次计算，曾经只属于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而现在辉达提供了这种卓越的运算能力。一个机架消耗120千瓦的电力，每个强大设置的顶部是一个 InfinityBand 交换器托盘，连接这些强大的单机架，潜在地创建一个巨大的互联超级电脑网络。这个能够简单购买和连接多个单元以扩展计算能力的想法，既令人着迷，又有些令人不安。这项进展促使我们思考科技的快速发展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将如此庞大的运算能力集中在紧凑且可购买的形式中，改变了计算研究和 AI 开发的格局。更复杂的计算可以更快地进行，并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可能推动许多领域的重大突破。然而，这种技术实力伴随着自身的挑战和担忧。例如，运行这些系统所需的能源是巨大的，提出了关于永续性和环境影响的问题。此外，透过购买额外机架轻松扩展运算能力可能会导致技术公平性问题，只有某些组织或个人能够负担得起这些强大的系统，可能会加剧科技界的贫富差距。如此集中的运算能力也可能引发关于技术控制和存取的辩论。随着更多组织建立庞大的超级电脑网络，
计算资源的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可能影响谁控制资讯、研究能力和技术主导权。辉达的 Blackwell GPU 承诺通过减少功耗和机器数量来革新数据中心。如果 Blackwell 如承诺般表现，可能意味着效率和成本节省的巨大改进。辉达声称使用 Blackwell， 您只需要2000个 GPU 和4兆瓦的电力，而旧的 Hopper 技术需要8000个 GPU 和15兆瓦。这些数字表明了显著的进步，但也引发了关于实际应用和潜在缺点的问题。辉达不仅在出售新 GPU， 还在销售 Blackwell 作为一个突破性平台的概念，能够为数据中心、自驾车、小工厂，甚至是仿生机器人提供动力。这些广泛的主张可能会引起怀疑，真的有一种技术能有效影响这么多不同的领域吗？而且会很快吗？此外，辉达表示，这项技术将使大型公司和小型新创公司受益，透过提供更多的运算能力，以更少的钱和能源。对于大型云端服务和超级电脑来说， Blackwell 承诺让他们无需额外的空间或电力就能实现更多。辉达的双重市场吸引力试图涵盖所有基础，承诺广泛的能力和降低的成本。如果 Blackwell 如承诺般表现，辉达可能会看到其股票上涨，并成为投资组合中的主力，在依赖高效能运算和 AI 的科技驱动世界中越来越重要。然而，保持现实观点很重要，尽管前景乐观，投资辉达的成本仍然很高，股票价格较高，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投资。与亚马逊 AWS 等主要产业参与者的合作也在辉达的策略中扮演关键角色。AWS 可以透过整合 Blackwell GPU 获得巨大收益，这表明了辉达与最大的云端供应商之一之间的共生关系。这种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将辉达的成功与其技术在整个科技领域的广泛采用联系在一起。在解读 Blackwell 对辉达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意义时，显而易见，这种技术可能是革命性的，但也是一个旨在提振投资者信心和公众兴趣的更大故事的一部分。随着辉达继续推动边界，考虑到这种技术进步的广泛影响至关重要。辉达高层上个月表示，对其 Blackwell AI 晶片的需求可能会在明年很长一段时间内供不应求。科技巨头如微软、Meta Platforms 和谷歌的 Alphabet 都在竞相建立自己的人工智慧运算能力，并将该技术添加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中。但市场对辉达人工智慧处理器的需求永无止境，因为人们认为辉达的人工智慧处理器远远优于竞争对手的产品，导致其供应紧张。许多投资者认为英伟达是迄今为止人工智慧迅速发展的最大赢家。正如黄仁勋在前几天加州理工第130届毕业典礼的主题演讲所说。During this decade, NVIDIA transformed ourselves from a graphics company that many of you probably first knew us as, that builds GPUs, to now an AI company that builds massive data center scale supercomputers. We transformed our company completely. We also transformed computing completely. The fundamental way of doing computing today has been radically changed. The computing stack now uses GPU to process large language models that are trained on supercomputers rather than CPUs that are processing instructions written by programmers. We are now creating software that no humans can write. We are now creating software that does things that no humans can imagine even just 10 years ago. Computers are now intention-driven rather than instruction-driven. Tell a computer what you want, and it will figure it out. It will figure out how. And like humans, AI applications will understand the mission, reason, plan, and orchestrate a team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perform tasks. Future applications will do and perform very similar to the way we do things.
assemble teams of experts, use tools, reason and plan, and execute our mission. Software and what software can do has been completely changed. Even our industry, as it's being changed and transformed, created yet another industry, an industry the world's never seen before. An industry is forming right in front of our eyes. AI's input and output are tokens. For all the engineers in the room, you know what I mean. These are floating point numbers that embed intelligence. Companies are now building a new type of data center that didn't exist before, that specialized in producing intelligence tokens. Essentially, AI factories. Like AC generators that Nikola Tesla invented of the pa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we now have AI token generators, and they will be the factories of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re's large industries producing energy, electricity. We now have a large industry producing something invisible called software. In the futur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we'll have industries that are producing,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tokens, AI generators. A new computing model has emerged, and a new industry has emerged, all because we reasoned from first principles, formed our belief about the future, and we acted on them. The next wave of AI is robotics, where AI, in addition to a language model, also has a physical world model. We work with hundreds of companies building robots, robotic vehicles, pick-and-place arms, humanoid robots, and even entire gigantic warehouses that are robotic. Well, with no more markets to turn to, we decided to build something where we are sure there are no customers. Because one of the things you can definitely guarantee is where there are no customers, there are also no competitors. And nobody cares about you. And so we chose a market with no customers, a $0 billion market,